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分享一款超好吃的软屋包的做法。蓬松柔软的面包带着淡淡的巧克力味，内馅加入了软 Q 的日式麻薯和美味的核桃仁，好吃到飞起。做法相当简单，相信大家做的话也很难会失败。先来制作面团，放入所有的干性材料，然后放入湿性材料。这里用了黑糖代替普通白砂糖，与内馅中的核桃搭配口味更好。先低速搅拌大约2分钟，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适当增减牛奶的分量。可可粉吸水性也很强，所以这个面团用的液量要比平时多一点，以免面团过干。当面团搅拌成团，就可调成中速，继续搅拌。如果盆壁和盆底有沾着面团，用刮刀刮干净，让面团得到充分的搅拌。大约搅拌了7到8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形成粗膜，慢慢拉开会有一定的筋度，破的洞口也是粗糙的锯齿状。这时加入软化的黄油，继续中速搅拌，揉了8分钟左右，面团变得十分光滑和有延展性。取一小块做手套膜测试，向四周拉开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不用手指捅破也不会轻易的拉破，捅破的话洞的边缘也都是比较光滑的。把面团向底部折叠，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温暖的环境下醒发到2倍大。接着来做麻薯，将糯米粉和玉米淀粉混合，加入糖、牛奶，搅匀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后关火。蒸好的麻薯是完全凝固的，稍微放凉一会儿，加入黄油和糯米面团一起揉。整个操作一定要戴上手套，直到黄油全部被面团吸收，变得十分光滑，底部稍有点粘也没关系，用保鲜袋包好，放入冰箱里冷藏半小时。这个软屋包里会加入葡萄干和核桃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放其他的果仁。葡萄干用水浸泡一下，核桃仁切碎。醒发好的面团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完全不塌陷。从盆底也可以看到面团中产生大量的气孔，就代表发酵的刚刚好。这时的面团轻飘飘的，放在手里也一点都不粘手。不用揉，分成2大份，每份大约285克左右。搓圆，表面光滑，封口朝下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今天我们会做2个不同的整形方法。将面团光滑面朝下，指关节排气，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长的椭圆形，一边擀一边可以感受到面团里的大气泡被挤压了出来。麻薯分成2等份，撒一点玉米淀粉防粘，擀成比面团稍微小一点的薄薄的椭圆形，叠在面团上，撒上核桃仁和沥干水的葡萄干，从上至下慢慢的卷起，一边卷一边用拇指往内侧推一下。将两边和底部的面团封口后，来回搓揉几下，将面团揉成一个橄榄的形状。第2个面团的整形稍微有一点不同，擀面团的时候尽量将面团中的气泡挤压出来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表面才会光滑漂亮。将麻薯叠在面团上，撒上核桃仁和葡萄干，再撒少量的黑糖，从两头向中间卷起，
中间汇合之后，将头尾和中间位置捏紧，封口接缝处一定要捏紧，以免发酵之后面团膨胀出现爆裂，外形就不那么好看了。放在垫着烘焙纸的烤盘上，留多一点空间，放入烤箱里发酵。烤箱我设定了35度，放入1碗热水，再用喷壶喷水，让整个烤箱充满雾气，这样可以快速的将湿度达到 75% 到 85% 之间。发酵大约用了1个多小时。预热烤箱至190度。发酵好的面团大了1倍有多，封口位置检查一下是否有裂开。割花之前，表面筛薄薄的一层高筋面粉，用锋利的刀片快速的割花。如果需要割痕均匀的张开，尽量选择垂直角度入刀。放入烤箱中层烤20分钟。取出之后，马上放在架子上放凉。放凉后切开面包看看，面包非常的松软，卷着 Q 弹软糯的麻薯、葡萄干和核桃仁，味道非常的清新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